哲叔，该干活了。晦气！老爷子息怒。怕什么呀？我是看不惯这只乌鸦，骂了一句罢了。苏家儿郎，不要如此胆小。是。家主，有消息吗？谢家和穆家联合起来闯了朱巢，目前看来还并没有夺得绵龙剑，但朱巢的防御确实被他们给破了。这俩老狐狸居然会联手。苏长河呢？让他立刻动手的传令飞刀给到了吗？被打回来了。打回来了。老爷子，苏长河那小子就是不想跟苏沐雨动手。要我说，您把领兵权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带人杀进去，帮您把绵龙剑抢到手。能对付苏沐雨的只有苏长河，而只有当我们苏家夺得绵龙剑，且同时拥有苏沐雨与苏长河2个人时，这谢家和穆家才掀不起太大的风浪。你的意思是？家主，苏长河与哲叔已经离开落脚霄客栈了。又到跃升之时了。大家长身上的毒，沈一方才可治好了。算是暂时压制住了吧。我对大家长用过移魂大法之后，雪落一枝梅的解毒方式，便又有了几分眉目。多谢沈姨了。奎大人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那日我离开药府的时候，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手拿法杖的人。那个人是你们苏家的？那是哲叔。哦，他就是上一任的奎了吧？看来沈姨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你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原因？这是沈姨的秘密，我不会多问。你不是说你们暗河的奎都会守护大家长至死方休的吗？那为什么他可以退下来？没有人知道，这是哲叔和大家长之间的秘密。我知道，我在大家长的记忆里看到了，哲叔为了保护大家长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大家长就给了他允诺，只要他们都能够活下来，就准许他卸去奎的身份，还给他自由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还是没有走。朱巢之中有一条密道，那条密道很长，直接通往城外的三里亭。哲叔，不如我们就兵分2路，你直接去三里亭后着杀了那个小神医，我去朱巢夺取绵龙剑。哎，苏家里面有那么多高手，啷子总是我们2个跑腿？你是这次苏家的指挥，你倒是多喊得应啊！我以前是无名者嘛，韩主家的那些兄弟们出工出力，他们都不爱搭理我。我和你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信得过你吗？你这个乱子，我晓得你在筹谋点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我不管你，我也不拦你，我只是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，我只做硬物，不讲别的。哲叔，苏家之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
你可别死了，加油！哎，营这个肩膀上有3把火，不能乱扑，要是扑灭了，营就真的死了。这托贝阿罗真是难缠，穆家的人呢？穆清扬和穆雪薇一度突破防线，但还是被拦下了。大家长被带走了，其余的人被朱影12校打退了，不知所踪。下回出敌，寻师傅禀报此事。是。苏昌河，病死鬼谢繁花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看来你们这是进攻朱朝失败，败退了。你来此是要拦我的去路？非也，我就是想去朱朝看一眼，再次遇到你，纯属偶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送葬师把路让开。你都叫我送葬师了，虽说我不是刻意来找你的，但既然见到，总得有所表示吧。你也算是谢家的一代翘楚了，不如我来给你送送葬。那你便来试试。从一开始就在这傻站着，一起上啊！繁花师兄，方才我一直都在观察苏昌河那寸指尖的破绽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眉头，还请师兄为我来开路。好。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，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3家也就只剩下1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
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亦是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啊？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，暗河之中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气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生死同母，我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奇毒。神爷，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，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神爷，你有心事，是在担心雨墨姐姐吗？是。你喜欢她？喜欢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喜欢，而是家人之间的喜欢。沐雨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你总算是醒了。看来我是睡了很久啊。那既然大家长醒了，明日我便为你施展移魂大法，来寻找这根治雪落一枝梅的方法。多谢神医。在此之前，我跟沐雨还有些话要说。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。
路行来辛苦了，路上应当遇到不少麻烦的对手吧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，但还好能在大家长去毒之前赶到九霄城。三家的攻势不会停止，下一步他们就应该想办法要攻占朱朝了。谢穆两家已经联手，我已经听说了，朱隐12校也会做好准备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苏家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的行动由谁指挥？是昌河，是你那位好兄弟。大家长，昌河此次受苏家之命，不得已行事。他是来取我的命，而你作为魁，我依然会完成我的任务，挡住三家的反叛，治好大家长的病。沐雨，宋沐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矛盾，又是最坚定的人。但你这位好兄弟的剑光，或许比我的更锋锐。啊，春和风柔的，真是个舒服的世界啊！那天在主朝之外，动手的是谢家的刀，借天王阵的却是穆家的鬼。是啊，谢家、穆家联手了，就只剩下我们苏家孤立无援了。唉，你看老爷子平时这人缘得有多差。不过这场战役最终只有一个赢家，即便是他们现在联手，以后也少不了一场生死大战。你愣着看？我当然是坐着看，站着看，哼，也可以躺着看。老板，一间上房。一间？得嘞，最贵最好的上房。来福，哎，领客人上楼。好嘞。您这边请。您慢点。这个小兄弟艳福不浅哦。大家长，阿克。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已经30年了。没想到我此生还能等到大家长的亲临，无憾了。你本应在此处颐养天年，我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，叨扰了。大家长说笑了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你们都听着，入门的一刻内，勿言。好。大家长，钥匙。
便是无声之阵。没错，这便是无声之阵。大家长，我带你回房间歇息。大家长，这位姑娘是？我叫白鹤怀，你要是早50年遇到我能治好你的驼背。这位姑娘是药王谷的神医，她此话倒未必是大话。我从不说大话，她这驼背啊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被人给下了毒，骨头都给毒软了，才变成这样的。要是能及时把毒给去了，再配合一些正骨的功法，便可以痊愈。可惜，时间过得太久了。多谢神医，老朽已经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是不能治，就是这个价钱嘛，要高一些。有多高？你把这处宅子给我吧。大家长，神医他说笑了。神医还真是个贪心的人呐，所以我才会离开药王国。啊，大家长，您的房间已经到了。神医，若是有什么情况，你就拉动这根绳子，木鸟会震动传音，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。木鸟？对，这周朝各个区域都布有木鸟。大家长，我先告退了。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吴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吴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吴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？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吴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能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
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心身上的魔气。吴心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哎，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哎，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
尔等虚伪之人，只得无言自灭，无所栖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无心，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严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心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心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甚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心，别做傻事。我依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？就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心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心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
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。 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毁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不信！ 哎，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，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 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吴昕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。 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 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服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禅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12年前，我曾和忘忧打了个赌。打赌？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赌局从来就没成立过。这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啊！ 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看来九龙门的人败了。无双城也来趟这趟浑水，雪月城趟的，又是多情的水啊！你要拦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他。 一念成魔，若是我们不给又如何？杀了我们，伤而不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就凭你卢玉宅，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子，当然不是。
就凭我无双一语，你这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回桌。啊，御剑术。星霜。绕指柔。玉如意。以这小子的年纪，就能操控无双剑匣放出4把飞剑，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哼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狼狈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出来！小子，这无心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的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六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，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
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越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，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。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；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的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沈清舟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是。剑挡拿肉挡，还真是个傻子。起来吧。的确是傻，不过这份情谊值得敬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杰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了。好。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今日放你一马。你可要记住了，日后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无双，为何不继续了？已然尽兴，便不想打了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